两面三刀的心机伯母，上一秒还针锋相对，下一秒就开始阿谀奉承。原来是看到了女人的省长父亲走来，这大伯母真是条变色龙，能屈能伸，看人下菜碟。他虽然不至于出手打他，但是既然得罪了他，想轻易脱身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从小失去亲生父母，在农村吃苦受罪，又是挨饿又是受冻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亲生父母，大伯母竟然说我是个骗子，不是唐家的种。要是戴伯母不相信，我愿意去做亲子鉴定。鉴什么定？谁敢说小锦不是我亲生女儿？大哥，我看大嫂眼睛不太好使，没看见小锦长得和你嫂子年轻时一模一样，还敢在这胡说八道。唐鹏一般不发脾气，这是踩了他的底线。刚找回来的闺女在农村受了那么多苦，他心疼都来不及，竟然还敢有人欺负他。闺女不哭，有爸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唐锦心里暖暖的，有亲爹的感觉真好，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男人爱他。唐山则是走到李桂花跟前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甩他一巴掌。臭婆娘，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，不找点事就皮痒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有啥能耐？再没事找事，老子休了你。唐山比唐鹏大2岁，从小他弟弟就是他的骄傲，谁针对他都不行，自己媳妇也不行。李桂花还真怕男人跟他离婚，他虽然不敢吭声，可是眼睛却忍不住恶狠狠地剜上唐锦几眼。这闺女不光聪明，还很机灵，古灵精怪的，真是可爱的紧。晚上到姥姥家的时候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姥姥姥爷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看到唐锦也是只需一眼就能确定这是他们的亲外甥女，和女儿年轻的时候实在太像了。两个老人都很喜欢这个外甥女，因为看到她就像是看到了年轻的女儿，女儿能找回亲生闺女，他们真的很欣慰。这些年女儿心里的苦，做父母的最清楚也最心疼。小锦，你不来上学，在家自学可是会耽误学习的呀。如果有可能，还是来学校的好。舅舅，我有好多生意要忙，真的没时间每天去学校。舅舅放心，我一有时间就会学习的，绝对不会耽误明年的高考。姐夫，这小锦真的很优秀，好好复习，明年上京大绝对没问题。他如果缺钱，你们给他些，要不然我给也行，可别让他光顾着挣钱，把学习给耽误了。唐鹏听沈东旭这么一说，也开始关心起唐锦的学习问题了。小锦，要不然你就听你舅舅的，去学校好好上学，你的生活费还有上大学的费用，爸爸给你。穿越实在是太值得了，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2个爱我的爸爸，不对，是4个。我有4个爹，亲爹、养爹、公爹、干爹，还有4个妈，他们都很爱我。看来我上辈子真的是拯救银河系了，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小锦，你爸跟你说话呢？唐锦这才回神，连忙回道：爸，我有钱，生活费和学费都有，而且你要相信女儿，即使明年考不上京大，京都还有好多大学供我选择。考大学不是我的主要目标，上福布斯富豪榜才是我的最终目标，考大学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。他的话让几个人有点意外，福布斯富豪榜那是个什么榜？他们都没听过，但是意思不难理解，就是唐锦想成为大富豪。你要那么多钱干啥？专心搞学术研究不好吗？虽然改革开放好几年了，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。小锦有这么高的智商，明年完全可以上京大的，用来经商真是太可惜了。我不喜欢搞学术研究，那么枯燥的事情，还是交给爱学习的书呆子去干吧。舅舅，我赚钱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呀。你看赚钱我们就得交税，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，赚钱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，赚钱还可以带动消费和市场活力。所以赚钱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，更是为推动经济发展、为祖国繁荣做贡献的好事。看的呀，让闺女给你上了一课。你这一小执掌只想着搞教育了，祖国的发展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，有人教书育人，有人搞科研，也得有人经商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只要遵纪守法，都是好公民。唐鹏毕竟是一省之长，管的是整个省的经济发展，眼界和格局自然不一样，只是他没想到女儿能讲出这么深奥的道理，这确实不像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能有的思想觉悟。姐姐，晚上还吃小龙虾吧？我也想吃。双胞胎从门外跑了进来，后面跟着沈志远，他是沈东旭的儿子，年纪和双胞胎差不多。他一脸好奇，什么是小龙虾？小龙虾就是一种红色的虫子，有很多爪子，还有2个大钳子。别看长得不好看，可好吃了。它的肉 Q 弹的，麻辣鲜香，我自己就能吃一盘子。那个小龙虾保准你一吃忘不了，就像我俩，昨天吃完，今天还想吃，天天都想吃。想吃小龙虾还不简单，明天去姐姐家，姐姐家旁边有条小河，里边可多小龙虾了，想吃多少有多少。河里不光有小龙虾，还有王八、螃蟹和鱼。我们家有个网兜，专门用来捞鱼的。姐姐家还有一只大狼狗，是个军犬，它叫赛虎，可厉害了。你们3个明天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要，我也要去，还有我。妈，明天一起去我家吧，在我家住几天，我给你做几件衣服，也给弟弟们做几件。听
听了女儿的话，沈冬青眼眶开始泛红。欠闺女那么多，本来想着给闺女买些新衣服的，现在反过来了，闺女要给我做新衣服，何德何能没有为闺女付出一点，却已经开始享受闺女的回报。妈，闺女给您做几件新衣服不是应该的吗？这就感动了。那以后你要感动的地方可太多了，因为你女儿太优秀了，会的东西可多了。让你妈和弟弟在这里陪你住几天，她还有几天假期，我明天先回省城，工作上的事情太多，过几天我让人过来接你们，你也回家住几天。哦耶，可以天天吃小龙虾喽。这时候，杨玉兰从厨房出来了。杨玉兰是沈东旭的媳妇，在人民医院当护士，笑着开口道：“洗手吃饭，舅妈辛苦了，改天去我家尝尝我的手艺，回头再去我的服装店挑几件衣服穿。你身材气质都这么好，就当给我做广告了。这不合适吧？你店里的衣服都很贵的。”说来也巧，唐锦的服装店开业的时候，杨玉兰和同事去过，当时觉得这家服装店的衣服好贵，只敢买了一件。后来看了报纸才知道，是个拿过全国服装设计冠军的设计师开的店。没想到这个有名的设计师竟然是老公的亲外甥女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可是我的亲舅妈，送你几件衣服不是很正常吗？别跟我客气，万一以后我去医院看病，还得需要你帮忙。呸呸呸，我可不希望你去医院找我。玉郎，你就别跟小景客气了，他让你去他店里挑衣服，你只管去就是了。小姐，我能不能也去你店里挑几件衣服？有没有我这个老太婆穿的？那还真没有，姥姥，我回头给您做几件适合您穿的衣服。唐锦连忙回答，她挺喜欢这个姥姥的，她和穆恒的奶奶一样，风趣幽默，和蔼可亲，不像她亲奶奶重男轻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唐鹏的司机来接他，他们回了省城。唐锦则带着母亲和三小只回到军区家属院。刚回到家，屁股还没暖热，三小只就嚷嚷着要去河边抓小龙虾。几个人一起拿着网兜拎了2个桶，带着赛虎一起出了军区大院。这个上午，3个孩子捡了满满1桶小龙虾，捞了2条鱼，抓了几只螃蟹，又捞了1个甲鱼，可谓收获满满。就是觉得还没有玩尽兴，嚷嚷着明天还来玩。几个人开开心心往回走，刚走到军区大院门口，唐锦就眼尖的看到二哥唐家明，他这2天忙的都不在家，差点就忘了二哥要去家具厂的事。二哥，小姐，还好这么容易就能找到你了。本来你一打电话，你二嫂就催着我来，刚好家里有一块地的玉米熟了，我就帮忙收了才过来，没耽误是吧？没事，不是说随时都可以吗？我们先回家吃饭，下午我带你去家具厂报道。唐锦说完，这才想起还没有跟妈妈介绍他哥。妈，这是我二哥，二哥，这是我妈。你好。他语气平淡的回应了一声，便不再说话。此刻他正在极力平复自己的心情，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现在的心情，是该恨还是该感激，但是真的感激不出来，只有恨。虽然知道这事跟这个哥哥没有关系，完全是他姑姑的错，可就是无法感激这一家人，他们抢走了女儿，剥夺了我这么多年做母亲的权利，现在真的还无法释怀，不去追责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宽容了。见妈妈就嗯了一声，表情很冷淡。唐锦才意识到现在这个尴尬的局面，他也理解母亲的心情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做饭。吃完饭，唐锦和二哥唐家明来到家具厂里。杨万里看了唐锦给他的10张设计图，简直赞不绝口。这些款式他见都没见过，却非常好看实用，其实是一看都懂，但是他却想不到要做这样的改变。唐锦这丫头简直就是个设计天才，脑子也太好使了。安排好二哥，唐锦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服装厂。央视的广告昨天晚上黄金档已经开始播放了，他准备去问问订单情况，还有烤肉店的装修不知道开始进行没有。他这2天忙，没有在家住，也没来得及打电话问。唐锦，你让收的鸭绒我已经收了好几百斤了。李大哥表现得不错啊，给你记一功，明天小龙虾管够。哥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立帆哥呢？装修工人已经开始装修了，他去现场了。那就好，我就是想问问开始装修了没有，这2天比较忙也没来得及问，明天我也去现场看看。珊姐呢？去车间了，今天不是招工吗？要求现场施工，他在那里监督。哦，对了，李哥，昨天晚上央视黄金档的广告你看了没有？一提起这个，李大伟都忍不住想夸唐锦几句，他略显激动地回道：当然看了，唐锦，你脑子真好使，广告拍得太好了，今天打电话咨询的人多了好多，很多人都说这几天要来我们厂参观呢。唐锦想听的就是这样的好消息，看来这广告效果还不错。